我觉得好奇怪哦，在我每一次化妆的干货视频下面呢，都有这样的留言：婷姐，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化妆刷呀？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化妆热链接赶紧给我甩出来。首先呢，关于化妆霜的分享呢，我之前出过超级详细的视频，先点一下关注，然后往前翻翻看喽。然后其实呢，我手上用的什么牌子的化妆刷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手法以及多多练习。那今天呢，就教大家遮瑕，将脸上不同区域、不同困扰的皮肤类型的遮瑕，有针对性的选择不同类型的刷子，使用起来真的不一样哦。如果你也觉得你的遮瑕做的怎么都不够完美的话呢，就先点一下关注，一起往下看吧。首先呢，拿出你喜欢的遮瑕膏，这个真的是我空管无数的遮瑕膏，这个应该是已经第3支、第4支了吧？乐德遮瑕膏，它比较润，不容易起皮卡粉。当然呢，遮瑕膏它会比普通的粉底液当然是要厚一点的，粉底液呢是拿来均匀肤色的，遮瑕膏是拿来遮住瑕疵的，所以遮瑕膏如果大面积涂抹的话，会卡粉是很正常的。所以平常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我们脸上的比如说黑眼圈以及大面积的肤色不均匀，这种呢可以在你的底妆之前做，并且这种成片状的大面积的遮瑕，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扁平型的遮瑕刷，它拿来铺盖面呢会非常的精准并且迅速。那如果你手上没有这种扁平的遮瑕刷，没关系的，眼影刷总有吧，取一个差不多中号左右的就可以了。开始吧。首先切记，遮瑕膏呢都不建议你们直接挤出来涂到脸上，那样用量过度卡粉，卡死活该，卡死活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挤到手背上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呢用遮瑕刷蘸取一点点，在手上给它慢慢的平铺开，使这个遮瑕膏呢渗透进你的遮瑕刷里。你这样看起来好像上面都没什么遮瑕膏了，然后再去遮。看，这样才是薄薄的平铺在你的需要遮瑕的位置上。泪沟黑眼圈的位置需要从外侧开始慢慢往里过渡，这样眼角的位置不会卡粉。像是我的后侧其实色素沉淀比较重，我有时候也会给它稍微遮一下，然后往周围可以稍微的过渡一下，看这样就遮住啦。而且又薄又服帖，遮盖度又好。如果没有遮瑕刷的话，用眼影刷也是一样的，先蘸取一点点，然后在你的手上的点，让它均匀的渗透在刷子的缝隙当中，直接去刷。我有时候甚至觉得眼影刷比遮瑕刷还要好用，因为它会比较软。很多人嘴角都会有发黄暗沉的现象，这样遮一下，立马就唇边就变得干净了。这里有一点晒斑，如果也是长得比较密集，你不妨也是妆前先给它这样盖一下，是不是效果超级明显，超级明显？其实这样仔细做完一遍遮瑕之后呢，很多人皮肤状态就已经很好了，甚至不用上粉底都 OK。但如果是你脸上还有很多像肤色很不均匀、有痘印啊什么的，那你薄薄的再上一层粉底，点在你没有遮瑕的区域，蘸湿拧干的美妆蛋拍开，尽量的避开你刚刚做好遮瑕的位置，轻轻带过。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位置会被你的粉底蹭掉，那你可以再蘸一点点，然后呢再给它刷上一点点，这样就类似一个三明治一样牢牢的定住了。OK， 现在做完了，这边做完了，整个皮肤状态非常完美，可以看见我原来的痘印、红血丝、黑眼圈、色素沉淀、肤色不均匀，然后做完了之后，皮肤光泽感非常好，堪称完美，相机特写哦，都看不出一点点遮瑕的痕迹。我自己平常是喜欢用遮瑕液比较多，因为它毕竟是液体，流动性会比较强，然后你刷起来呢，就是延展性会比较好。遮瑕膏呢，它遮盖力会比较强，但是呢，略微拔干一些些。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状况做选择。如果你脸上痘痘非常的厉害的话，可以选择一个这种圆头的锥形眼影刷，然后蘸取遮瑕膏。你看我刚刚挤的遮瑕膏到现在都还有用，全脸都用不到一颗绿痘的大小，比你直接涂到脸上省多了，而且不会卡粉。比如这颗如果是我的痘痘，我就直接这样点上去。它是这种小而圆头的，它会更集中，平铺的呢上色非常快，适合大面积遮盖。这种小的刷子呢就适合小面积的有针对性的遮盖，它的着色密度会比较好，瞬间就盖住了。像这种平铺的痘痘也是很容易遮，就直接这样打圈，多点几下，然后往周围晕开，看不出来了，对吧？所以你手上没有遮瑕刷没有关系的，你们家的眼影刷就是最好的遮瑕刷。我之前去韩国学化妆的时候，然后呢，化妆师特别喜欢用这种超级小的小刷子，在整张脸底妆化完了之后，然后呢，化妆师会着重的去观察哪里还有那种一小小颗的痣啊什么的，比如我这颗，他就会拿这种小小的，就这样点一下。越小的瑕疵越适合用小的刷子，你看这种就很容易就遮住啦，对吧？这步点痣呢是适合在你底妆完成之后这样点一下，你看跟底妆融合的很好，并且一上去就可以盖住。如果你直接这样点的话，会有一点点的突兀感，所以先上完底妆再遮痣。斑点也是一样的道理哦，成片的比较密集的用大刷子密集型的给它覆盖上遮瑕膏，如果是几颗零星的小斑点的话呢，用这种小的刷子局部的去遮盖一下。手里有刷子的最好用刷子，因为用手的话呢，很容易在你脸上留下指纹，其实会铺的不太均匀，也不太好看。而且如果是直接用海绵蛋去遮的话呢，海绵蛋会吸走一部分的遮瑕膏，它遮盖力度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最好将你的刷子通通拿出来，你看一下哪一些是有我刚刚提到的适合拿来做遮瑕的刷子。OK， 以上的关于遮瑕的干货技巧学会了吗？首先呢，要有一个遮瑕绿度高且不容易卡粉的遮瑕膏，其次是一些你用的比较顺手的刷子，并且记得灵活运用。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去练习。好，我是婷婷，以上就是今天的干货总结。那喜欢记得点心加关注，还有什么美妆加护肤的困扰都可以通通报过来。拜拜，让我们下期再见。有小胡子的女生请留步。
说你呢。这个问题真的不需要害羞，因为其实有很多女生嘴巴上的唇毛都比较重，比如我本人就是擦粉底也盖不住，用遮瑕膏又很厚重，而且擦任何颜色的口红都不好看。你们是不是这么觉得？而且唇毛重的女生大概率的，你脸上的毛毛都比较重，肤色都显得暗沉了。那化妆就像一张白纸，如果这张白纸上有一些小黑绒毛，那你怎么可能画得出好看的妆呢？所以呢，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来对抗我脸上的小毛毛的一些小诀窍。如果你也是毛多女生，那我们就一起往下看喽。首先，第一种方法就是最传统的方法，就是拿刀片去刮，就比如跟我们剃眉毛一样，你脸上的毛毛其实也是可以刮的。国外很多女生都是拿剃毛刀去刮脸上的毛毛的，或者呢，其实你用刮眉刀也都是 OK 的。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弊端，就是比如说我们脸上的毛毛其实跟我们头发一样，在最尖端的位置呢是它毛发最细的位置，但是你刮过一次之后呢，就会露出你毛根处比较粗的位置，看上去好像怎么毛毛变粗了呢？这种错觉。并且刮掉一次，它长得也是很快的，所以这种方法在我用过几次之后就被我淘汰了。急救的时候还是可以拿来用一用的。那第二种方法呢，是我学生时期那个时候手上也没什么零花钱，预算比较不充足的时候就会用到一种东西，这个叫做漂糊剂。我记得我大概07、08年的样子就用过漂糊剂了。不管是什么品牌，其实它里面用的配料是差不多的，然后原理也是类似的。首先呢，需要取2勺漂糊粉，然后再取1勺漂糊膏，然后呢将它们俩调匀至糊状。最好在用它之前呢，脸上是没有卸妆的，然后也是比较脏的，这样比较保护角质。或者呢，可以擦一点芦荟胶打个底，保护一下皮肤。我先用这个芦荟胶打个底，脸上这里的毛毛也可以用。然后将混合好的这个霜呢涂到你的小胡子上。这个其实用起来很方便，但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在漂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点点臭，差不多6分钟就 OK 了。这个方法呢，并不是说可以溶解你的毛发，所以它的伤害性也并没有那么大。只不过说呢，它是可以漂色，就像我们头发漂色一样，将我们的小绒毛毛的颜色呢漂成那种淡淡的白色，然后肉眼就看不太出来啦。而且毛发长得慢的人，其实1、2个月一次就可以了。那比较容易过敏的宝贝呢，也可以收到之后呢，在你手臂内侧啊或者毛毛上呢，先试一下，看看你的皮肤对这种产品会不会过敏，然后再上脸使用。哦啦，然后给它刮掉，然后再去用清水清洗掉。好了，这样看上去会特别的白净。小胡子、小绒毛一点都没有了。这个方法又便宜又方便，但是呢，如果你皮肤真的是比较容易过敏的、比较敏感的，是不太推荐使用喽。那角质健康的宝宝还是可以试试看的。在那之后呢，我的预算就比较充足了，于是呢，我就看上了偏轻医美界的产品，比如说脱毛仪。我其实入手过很多台脱毛仪，这个是我刚刚买到手的比较小巧又 light 的脱毛仪 ，mini size， 它用起来会比较的方便，然后也是身上可用，以及脸上部位都可以用的，包括唇毛啊、脸上的毛毛啊，还有甚至有些人会眉毛附近都会拿它来脱，都 OK。OK， 我要开始脱毛了。像这种小部位，这个平头都可以很好的照顾到，超简单。我之前呢也去美容医院啊，或者是皮肤科医院做过冰点脱毛，但那种呢一个价格会比较贵，然后那种也不是一次就一劳永逸的，也是要经常去打的。后来我就发现有家用脱毛仪，觉得在家里做会更方便，虽然能量没有在美容院来的那么足，但是你在家里多做几次也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如果预算充足的话，家用脱毛仪你们可以去做做功课看喽。OK， 以上呢就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我这个小胡子女生针对我的小胡子做出的一些办法，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来进行选择喽。那我是婷婷，喜欢记得点心加关注。那有什么护肤的困扰、美妆的困扰、变美的困扰，都可以抛过来等你哦。拜拜。粉底部分常见的就是化妆小白，一味的追求白，想变成白雪公主，想和自己的爱豆一样白到发光。还有人总问我什么粉底刷好用呀？真的，新手可千万别用粉底刷，美妆代理都不一定用得好。正确的选择粉底液呢，应该是选择和自己肤色一模一样的，甚至是可以比自己肤色稍微暗一点点的。那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提亮让我们的面部更加有轮廓感。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粉底刷，可能是因为我道行太浅吧。我觉得它会破坏遮瑕，有刷痕、拉脸还干巴。美妆蛋呢要全部进水打湿啊，再把水分挤到干，没有水滴下来为止。还有一种错误的底妆想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和我刚开始化妆一样有这种想法，特别就是粉底，我会觉得我不上够亮就不算化妆，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化了妆。所以呢，粉底我就涂得很厚，而且往脸上抹呢，也就是哪里空填哪里啊，填空。我们玩的填空游戏，哪里空填哪里。但实际上呢，上粉底也是很讲究的，用我们的任意根手指这样去蘸粉底，在我们嘴角这块下笔往外慢慢推，这样多推2道就上到这儿。首先下笔为什么选在这儿？因为我们整体如果肤色不均的话，嘴周有一圈暗沉，我们把第一笔放在嘴周，等到时候推开之后，这边的粉底会相对来说比较厚，所以这边的遮瑕力呢也要稍微好一点点。那至于拍开我们粉底的手法，很多新手呢也知道上脸要这么拍啊，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啊会力道过大啊，会直接把你比如说脸颊两边的痘印啊、痘痘的遮瑕
它直接破坏掉。像这个力道，应该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力道吧。而且在我们的脸上的死角，比如说这边的眼角，还有鼻翼、嘴角这种凹进去的地方，很难拍到的。很多人，特别是在眼角，都会选择用这种擦的方式，擦的方式，是不是都被我说中了啊？正确的手法呢，应该是我们这边刚上脸的粉底，给它轻拍哦。特别是如果你们这边的瑕疵很多的话，要轻到什么程度？轻到你拿这个美妆蛋它都不会变形。平时我们是不是这样？它最起码它会变形，轻到这个程度啊，这样的话就不会破坏到我们刚刚的痘印痘痘的遮瑕。像我右半边脸整个底妆都很轻薄，我的粉底用量真的很少，粉感也不重，特别是眼下的遮瑕整体都比较自然。我觉得我这个样子出门见男神是没有问题的，你们觉得呢？总的来说，底妆的几种错误呢，就是一个是颜色太白啊，这个是我尽力找到的家里比较白的颜色啊，虽然不是很白，会更深究吧。第二个就是没等遮瑕干一干，扒在我们的皮肤上就直接开始上粉底。第三个呢，就是盲目自信的选择粉底刷。我希望呢，你但凡脸上有点瑕疵啊，就不要去选粉底刷。第四呢，就是美妆蛋的使用方法不对。哇，我这半边脸看起来真是太可了。定妆最常见也是最不容易发现的一点，就是用散粉刷刷全脸，看着很正常，没毛病，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的眼下还有大瑕疵皮的痘印痘痘来说，你就这么扫啊，你的遮瑕绝对会被破坏，还会有刷痕。嗨，我这么一扫啊，这边的黑眼圈是完全现原形了，我的天！推荐大家在瑕疵的重灾区，比如我们的眼下啊，还有脸颊的痘印痘痘呀，我们选择用粉扑定妆。不过呢，要掌握好粉扑上面粉的量。其实这个地方啊，反而散粉不太好操作，散粉的不定性太大。用粉饼其实更好的取粉，因为它比较均匀，这么轻轻的取粉，保证我们的粉扑上薄薄有一层粉就够了。以按压的方式按在我们有瑕疵的部位，正因为这个动作是按压，所以就不会来回蹭来破坏我们的底妆和遮瑕。其余的这场部分的话，你继续用粉扑啊或者散粉刷刷一下都可以。这样呢，我两边的底妆就完成了。我不会像少数的博主做那种对比啊，做的太夸张了，真的是我觉得正常人都不会那样。我只是真的把你们会犯的正常的错误给你们展现一下，我不会说真的拿那种颜料一样的白上粉底，然后这边弄很严重的一圈橘色，那种太过分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左右脸底妆的状态。以上就是我总结的10大底妆错误，记得留言告诉我你中了几招。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用的话，记得给我点赞、评论、转发3连。底妆固然重要，剩下的步骤更是加分项。如果你想知道剩下的步骤你有没有掉坑的话，也要给我点赞、评论、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